这一定是我见到过最牛逼的男人了。被困在了寒冷的西伯利亚雪山，就在他即将快要失温时，眼前出现的一节废弃车厢又让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进来之后，他发现车厢并没有漏雪的情况，而且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破车里面还有一个壁炉。现在外面是零下20度左右，克鲁决定就躲在这里，等风雪过后再继续出发。进来之后，他感觉这个车厢太大了，如果大雪持续一夜，车厢内肯定无法保暖。于是他决定将内部空间进行改造，只要让空间再小一些，壁炉就能让车厢里非常温暖了。如果你的家乡已经超过3年没有见过雪了，就在评论区吱一声，我看看哪里还能这么冷。克鲁先将背包里的防潮垫铺在了靠窗的床上，然后他就拿出了工具包，开始对车厢进行测量。得到尺寸之后，他来到了外面，开始寻找材料。他进入房车之前就注意到了门口的积雪下压着一些木板，不过木板的尺寸肯定是不合适。他拿回去了一块，来到车厢前，然后利用工具将其1分为2。将木板拿进来之后，木板刚好可以卡在车厢中间处。为了更加的牢固，克鲁对衔接处进行了固定处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快要失温了。外面的雪一直未停，车厢内也非常寒冷。克鲁决定先将壁炉点燃。当壁炉在慢慢升温的同时，克鲁感觉自己的手也开始可以活动了。此时他需要加快速度，天黑之后温度就会下降得更快。现在最耗费时间的就是他要把这些木板分割成同样的大小。此时的天已经快黑了，西伯利亚的夜晚最低能达到零下35度左右。他尽快地将木板拿回到车厢内，开始在刚才制作的框架上面进行固定。非常幸运的是，克鲁在天黑之前就完成了隔断的基础框架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刚才已经停止的雪竟然又开始下了起来。如果这场雪再持续一夜，克鲁都不敢想象他如果没有遇到这节车厢，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处境。紧接着，他在外面制作了一个木门，拿回到了车厢内就安装了上去。现在整个车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回到庇护所需要经过2道门，这不仅可以让他的壁炉发挥最强的效果，而且还能让他在里面更加的安全。现在外面是冰雪交加，而且温度极低，而小屋内的壁炉却在充分的燃烧，给克鲁提供了巨大的温暖。感觉到温度上升的他脱下了外套，然后将门反锁之后，就开始准备今夜的晚餐了。他将肉和洋葱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将面包夹在了里面，做成肉丸。裹上面粉后，他将马铃薯煮熟，做成泥状，然后把肉饼放入锅内。当肉碰到热油时，发出滋滋的声音，香味也开始慢慢的被激发了。等到一面被炸至焦黄，他将肉翻过来，再次炸至肉饼被煎炸的鲜嫩多汁。克鲁一口吃下去之后，感觉到非常满足。此时外面已经开始结冰，而且非常寒冷，而克鲁却躲在这节废弃的车厢里，享受了一次最舒服的野外露营生活。